今天我们来开箱全新的2024年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非常开心哈，我终于交车了。这一个是我的全新的换新版的 Model 3 Performance。这一台改款的 Performance 版本的 Model 3呢，我们大家都等了非常久哦。我从2018年开始开 Model 3 Performance 到现在，你看差不多也是快将近6年了，终于等到了改款。那之前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呢，常常被大家吐槽是说，它其实跟长距离版本啊，甚至后驱版本的 Model 3没有差太多，主要是因为它只是马力快或者是马力强，然后可能改了一点轮框啊，一点点的不同设计的不同呢，但其实整体上呢，外观看起来车子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次的2024年改款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呢，外观长得跟标准版以及后驱版不一样呢，以及它的里头的设计还有一些内装呢也有所不同了。那今天我们就赶快介绍给大家看。首先，在介绍这台车之前呢，先跟大家讲说，现在这市面上的 Model 3 Performance 版本呢，其实是有2个不同款式。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分别是美国版跟就是外国版哈，我们这样子讲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些马力跟电池的差别。首先呢，美国的版本呢，最高输出马力是510匹马力，0到60呢，官方数据是2.9秒，最高的时速是每小时163英里。那 EPA 官方的续航力数据呢，这几天刚出来是303英里哦。那电池是美国生产的 Panasonic 的电池，是82 kWh 的电池。目前的美国建议售价是，其实涨价了，从我那个订车到现在呢，其实价钱已经有差了，现在是55000块钱美金起跳哦。那我们讲国外的版本呢，不同的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最高输出马力只有460匹马力，0到100的官方数据呢是3.1秒，其实跟0到60差不多啦。那最高的时速其实也是一样的 ，WLTP 的续航力数据为528公里哦。那电池呢，不同的地方是，它是韩国 LG 生产的电池，是79 kWh 的电池，两个电池版本差了3 kW。那因为有电池差别的关系呢，所以呢，它的最高输出马力以及它的加速啊，就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在台湾的定价是234万台币起跳哦。那你今天如果选个不同的颜色啊，或换个内装颜色，可能价钱就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到官网上头去看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来介绍外观。我们再来介绍车子的外观，其实很明显，大家就可以看到车子的外观呢，跟标准版跟长距版本有所不同，主要也就是因为前面的保险杆的这个部分呢有不同。你看前面有个前尾翼，然后旁边也有开我们讲通风口，这个主要的通风口是帮助你的刹车降温的。那明显的前面这边就已经不一样了嘛。那你如果走到旁边来的话，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跟了20寸的轮框跟轮胎哦。它的现在的轮框设计呢，也跟之前的 Performance 不太一样。那再来，明显了，大家一看到，如果是看到红色的刹车卡钳，就知道，它是 Performance 版本的车子。好，那再来侧边的看的话，其实就跟之前的没有差太多了。你从侧边看，可能看不太出来它是个 Performance 版本的车子哦。那我们如果到后头的话，就比较有明显的差异是，第一个这个尾翼的部分，碳纤维的尾翼。那这次呢，特斯拉有把这个尾翼呢做得更好一点。之前大家如果有看我影片，我有强调说，之前的 Model 3 Performance 那尾翼真的有够烂。那当然，后车灯的部分的设计也改变了，变得小一点，更流线型哦。那再来 Performance 呢，这次呢是跟一个 Performance 的这个 logo 的
而不是直接上头写 Dual Motor Performance 哦。那特斯拉再来呢，原本之前的是特斯拉商标在这里，现在后面呢都变成直接写特斯拉的字。那最后呢，后面不一样的是后保杆的部分，下压的这个夏威夷就是 Rear Diffuser 呢，也有设计的不同哦。整体上呢，前面的黑，后面的这个黑，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说车子呢有变得更跑车化、更性能化一点了。那再来另外一个要提的是车子的高呢，这边其实看不太清楚啦。标准版跟那个长距离版本的话，它的离地高是 5.4 寸，但是在 Performance 版本的话，它是5寸哦，差了 0.4 寸。车子更低呢，相对来说呢，性能也会就是在操控上头会有更好的操控感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比较看不到的是在里头的部分呢，现在的它是一个不能算是可调式悬吊，它是系统可调式悬吊。那它的悬吊系统呢分为2个设定哦，一个就是标准的设定，另外一个就是像是那个跑车设定，会变得比较硬，但是在开的时候呢，你的操控感呢会变得更灵敏。但换句话说，因为你要更好的操控感嘛，你如果开在路上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这边呢，你就看你是什么样的路况呢，来选择什么样的设定哦。前车厢的部分呢，其实跟之前没有差太多，基本上打开的话，就是一个蛮大的这个置物空间哦，没有太大差别了。后车厢的部分呢，跟我2018年的差别是，它现在也是有电动尾门啦。其实2018年的车没有电动尾门有点可惜。那后来的 Model 3其实也有了，那在现在新的改款的换新版上头也有。那后车厢的空间呢，其实没有差太多啦。其实 Model 3这再怎么样就是 Model 3，所以它也没有说把后车厢空间改得更大这样。不过这边呢倒是多了一点空间可以做那个放东西哦。之前的话这里的话它是一个重低音的喇叭，那现在这喇叭换地方了，被换到嘿嘿，看到没？那这边呢就多了一个置物空间哦。那在下头呢一样也是跟之前一样也是有置物空间的。那这边你可能大家会注意到一点是，因为它的车尾灯的这个设计不同呢，所以车尾灯之前原本打开的时候呢，它是留在这里，现在是跟着车子一起上去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下头有增加这个反光板，因为法规的关系你一定要有一个反光的条，比方说这样子的是对后面的。那你如果是后车厢打开的时候，灯因为上去的关系，所以就没有了嘛，所以它的下头再增加了一个。再来，我们来看看座位空间表现哦。你一踏进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是说，前面的空间呢，开车空间、方向盘的位置啊，其实你不会感觉到差别太多。那因为中控还是在中间的关系呢，所以呢，其实你的视野呢，还有包括你的坐的姿势啊、方式，应该跟之前的 Model 3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哦。那头上的空间呢，大概也是以我现在的坐高，我是180公分啊，调成这样子，比较是好像舒适的开车的话，我上头还有大概2个半拳头的空间，非常非常多。那膝盖空间也非常多。那驾驶呢，本来空间都会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可能看后座会比较准确一点哦。好，后座表现呢，其实还算不错。那我人是180公分嘛，我坐进来呢，前面大概还剩1个拳头，头上的空间大概1个拳头又2个手指头吧，没有说特别多啦。唯一呢，就可能大家会注意到的是跟之前差不多的一个缺点，就是这边的，就是你大腿下头的支撑相对来说比较少，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我人比较高，第二个因为这是轿车的关系，所以你从这个车脚底的这个部分呢，到你的椅子的部分，其实说没有说特别多的空间哦。那你今天如果是比较矮小一点的人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像我比较高的关系呢，可能坐起来就会脚会比较不舒服，你可能脚被放旁边啊，或者是怎么样哦。那你坐上来的椅子的整体的这个舒适感呢，我觉得是不错的，明显有进步。
你也不会觉得说好像空间不够啊，或者怎么样的。门关起来的话，你旁边的这个空间啊，你也不会觉得不够啊。当然啦，因为它是 Model 3的关系呢，4大人中间呢尽量不要坐大人比较好，因为再怎么样它是个轿车嘛，你坐5个大人，后面3个大人的时候呢，你的空间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挤一点哦。再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车内设计哦。那坐上车子之前，明显就可以看到，跟之前设计不一样，是这里的设计有一点差别哦。而且这里呢多了一个洞，然后这边旁边多了一个钩子哦。为什么会有这个洞跟钩子呢？主要是你门关起来的时候，那个钩子会勾到洞里头。那它的用意是你今天如果侧边被撞击的时候呢，你的门就通常如果是没有钩子的话，你门不就凹进去了吗？那因为它勾住的关系，它会有一个力道避免它的门凹进去，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保护这个驾驶以及那个乘客的安全哦。那这个勾勾呢，前座跟后座都有。好，再来我们就坐进车子里喽。大家明显一进来，应该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隐隐约约有一个气氛灯在。那这气氛灯是环绕一整圈的哦。那因为我这个是白色内装的关系呢，明显的它的这个全新的赛车座椅呢，就非常的突出哦。那赛车座椅呢，我们讲 bucket seat， 它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它让你人坐在里头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左右晃动。但是缺点是它可能就会比较不舒服，这个就取决于说你要的是一个性能车子，还是你要一个就是舒适座的车子哦。那这次呢，换新版呢，全车系都有增加，就是通风座椅哦。你今天如果是天气太热的话，开个通风椅真是蛮方便。那你如果天气冷的话，它也有加热座椅。那后座的部分呢，只有左右2个位置有加热。中间没有加热，那后座也没有通风椅哦，所以坐在后头的夏天可能会比较热一点，但是前面有，所以前面很 OK 哦。那再来另外一个，大家可以明显就会看到这里呢也多了这次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这个 logo 在这里哦，真的是特别好看哦。那上头这个头靠呢也是设计的蛮漂亮。其实很明显的，你如果今天是从外面看呢，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说这一台车就不是普通的 Model 3，而是 Performance 的 Model 3。好，坐进来以后，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饰板呢，因为是 Performance 关系，它是碳纤维的。那你如果是非 Performance 的话，它是一个算是布料材质的在上头。那我们刚刚之前就有讲到嘛，它的这个气氛灯环绕着一整圈哦，后座也有。那其他的部分的设计呢，就是这边是充电板，以及这边有开的置物空间，还有杯架，置物空间这边也有哦。那明显的跟之前的 Model 3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应该就有注意到是方向灯的打杆以及排档的打杆都不见了。那这个既有是 Model S 的设计以后呢，特斯拉基本上就把那个打杆拿掉，并且把方向灯放在方向盘上头。那车子要怎么样入档呢？你有2个方法。第一个是你踩了刹车以后呢，你这边就可以选择前或后。那另外一个是在这边有备用，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D、N、R 跟 P 在这里。那你如果是今天是前面萤幕看不见，或者是你比较方便的话，你也可以使用这里哦，也是蛮方便。但我觉得用萤幕上头其实是蛮直觉的，我还蛮习惯的，因为我今天也才开了2天而已，我也是没有感觉到说用这个是不方便哦。那很多人可能也会问说方向灯好不好用？其实我个人觉得放在这里，我反而比较习惯，我反而不太习惯去打杆。那可能是因为是坏习惯吧，开车的时候呢，方向灯常常不打哦。大家要注意哦，在美国不打方向灯的话应该还好，但是在台湾不打方向灯的话，是违法的哦，可能会被拦下来开单子，所以在这边要注意哦。那其他的部分呢，中控萤幕啊，设计跟之前的 Model 3，通风口啊，跟 Model 3其实都是一样的哦。隔音的部分呢，改款的换新版 Model 3
前座跟后座都是双层玻璃。那之前的 Model 3呢，2018年的 Model 3还是前后都单层玻璃。后来呢，我记得好像是2020年开始，还是几年开始以后是前面是双层玻璃，后头没有改。那现在的话是前后都是双层玻璃的。这次的隔音，真的是比之前的好非常非常多哦。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后座，后座有什么不同呢？除了这个设计啊、气氛灯的不同以外，最主要最大的差别就是中间跟 Model S 跟 Model X 一样，也多了一个中控板。那这个中控板呢，就是专门针对后座的人来使用的。比方说，你今天要调它的出风，以及你如果是你座椅要开加热，甚至这个可能小孩子会去乱玩，你可以调副驾的前后哦，让你自己有更多的这个腿部空间。那再来呢，后面呢，你也可以接自己的蓝牙，听自己的音乐。路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 Netflix 啊、YouTube 等等之类，也可以甚至玩游戏哦。好，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呢，通风的部分呢，之前的话，2018年我们那是手动的嘛，现在呢也跟前座一样，变成是触控式来改变风向哦。好，后面呢，现在也是2个 USB-C 的插头在这里，提供你的手机充电。那再来，我们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车内的喇叭跟音响。那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就是没有版权的音乐，在这边播放给大家哦。也特别用了左声道跟右声道的麦克风来收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重低音？那车子不同部分，大部分我们已经介绍差不多了。再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带大家上路。坐上来以后，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第一个是很安静，对，外头声音隔音啊，基本上是非常棒的。不像之前的那个隔音，真是并不是说特别好，这次隔音的真是好很多。那要怎么样开始这车？只要是那个踩了刹车以后呢，这边呢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前进或后退。那我们现在在那个停车场的关系，我们就是先后退，然后它就会给你看全部的这个摄像头。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就算在动呢，你也不会感觉到说声音很明显哦，非常棒哦。那因为这个是性能版的车子的关系呢，所以呢，在这个里头的那个开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不同的，比方说我那个加速可以是就是 chill， 就是很放轻松的；正常加速就是 insane， 就是可能我们讲快速加速好了。那这边的 ride and handling， 也就是所谓的就操控呢，我们现在设在标准，你也可以把它设成运动模式。那方向盘的重量呢，也可以有轻的、正常跟重的。这个就是这3个呢，主要就是在高性能版本上头，你可以选择的不同设定哦。好，那我们现在赶快先上路。在正常行驶上的时候呢，你若速度是照大家速度来，你若普通开车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到车子其实非常安静，而且呢，你的路况的这些抖动啊，其实你也感觉不太出来哦。那你在开的时候，真的上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车子，没话说啦。Model 3在这个改款了以后呢，大家如果有看之前很多其他的开箱影片的话，可以发现到说它的升级真的是改变不少哦。尤其从之前的版本变成换新版了以后呢，隔音啊、操控啊，还有路况的这个声音都变得好很多。那再来，我们来给大家加速一下。
哇，有没有注意到那突然的顿冲出去的感觉？这个就是 Model 3 Performance 上头有的感觉。那这一台呢，加速又比之前的 Model 3还要再快一点哦，没有说快很多啦，快个0.2秒吧。差不多啦，但我跟你讲，55000块钱你可以买到个0到60加速3秒车子，真的少之又少。以加速来讲 ，CP 值很高。那呢，它这次的这操控呢，又变得非常灵活、非常灵敏呢。其实呢，会比之前的车子还要再好一点。所以你如果是跟我一样喜欢，就是偶尔就是开一点小快车的话，比较喜欢那种运动模式的车子，会有操控感的模式的车子的话，这个全新的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绝对是你的首选哦，这个是没话说。你看，我现在就连是速度已经到达每小时50多英里以上的速度，你也不会感觉到说好像非常非常吵，真的是很棒。那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我去试驾换新版的 Model 3后驱版本嘛，我明显在那个影片里头就跟大家讲是说，你如果有机会去试车的话，你务必要去试车。那这个 Model 3 Performance 的版本呢，其实也是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试车，因为虽然是说我在这边可以尽量描述给你听，但是呢，实际感受你还是要实际自己去开了车以后，你才会知道它的操控感的升级。它的舒适度的升级，它的隔音的升级，往往其实在影片里头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描述给大家的。在这一个部分呢，我真的是强烈建议你，如果对它有兴趣的话，务必要去试车。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能很多人有很大的疑虑的，也就很多人对特斯拉吐槽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组装品质。好，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家一向对特斯拉都有很大的顾虑的组装品质。乍看之下呢，我个人其实没有看到太多组装品质的问题啦。其实甚至我自己的 Model 3也没有太多问题，反而是我以前有买过一台 Model Y， 那个组装品质真的是蛮严重，严重到说特斯拉是有把车子把它买回去啦。那再下来我们就赶快来看看这一个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的组装品质哦。好，我们先从正前方看起来，其实正前方看起来我看不出什么太多的差别啦。可能常常很多人呢就会去注意到是说，比方说它的这个缝隙的部分啊，或者怎么样，我真的是个人觉得。我看不出什么非常严重的组装品质的问题啦。你如果真的要挑剔，可能一点点吧。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都有一些一点点的差异的问题，所以一点点这种东西，我觉得这就你如果真的要嫌弃它，我真的觉得你是在吹毛求疵啦。那从旁边看过去呢，你可能可以看到一点点是门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一点点，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没有说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其实说真的，很多的车子品牌门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当然这个我不觉得是问题，可能有些人觉得是问题，我不觉得是会吐槽的东西，可能有很多人就会去吐槽它。好，那从侧边看过去呢，我说真的，我也看不出个什么明显的问题。那你甚至你如果蹲下来仔细去看那个车子的这个门缝的这里有没有对齐呢？我也觉得是有对齐的啊。你从旁边呢，尤其是你看这个太阳的光的反射的这个影子部分，这个门也是对齐的，所以从这个部分的话，组装品质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来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比较好像组装品质不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的后车厢盖跟前面这边接起来的话，它这边是凹进去的。那这个部分呢，就一点点，就是它可能是偏，刚刚这边的话是偏进去一点点，这里的话就还好。但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要的话，从后面看你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组装品质的差，就比方说在这里。但这个东西就你可以去跟他你可以跟他去反映，但他可能就是帮你调一下门啦。这个对我来说也不影响，但就是对，还是有一些组装品质的问题存在。主要就是这边这个下面是比较凹进去的。那你如果看这里的话，这边是
比较对齐的。好，那在另外一边的门呢，其实你也这边看，你也没有觉得说，这边看你也没有觉得说它没有对齐啊。那你如果再看到这里的话，你也没有觉得说它没对齐。所以整体上来说呢，跟大家会觉得说特斯拉的组装品质有严重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保守估计，我觉得我给它个80、85分吧。当然不能是说完美啦，但是说真的，没有一个汽车品牌是100%满分的。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要去仔细看的话，每一个汽车品牌呢，一定都会有一些组装品质的差异，只不过是多跟少的问题。那特斯拉现在这个状况呢，我觉得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80、85分已经是跟我之前的 Model Y 比起来，真的是差太多。哇，我之前那个 Model Y 真的是惨不忍睹啊！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你看了你会觉得 What the， 真的是，你知道吗？OK， 以上就是这次的2024年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的详细的车子介绍，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个人等这台车真的等了超久，而且呢，它的改变跟之前的 Performance 版本比起来，真的是差了非常非常多。光是从外观，它明显就看起来比较运动化。你开起来的时候呢，更没话说，是它的操控感呢，它的加速。真的就是performance 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虽然说之前的 performance 加速也非常快啊，或怎么样，但是呢，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这次新的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live up to the performance name。那也就是它终于可以代表高性能这个名称了。好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再下来还会有很多一系列的换新版 Model 3 Performance 的影片哦，包括我会把它跟我之前2018年的 Performance 版本车子做个对比，以及其他影片，之后会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想要看什么样的东西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喜欢我的影片啊，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Performance 就是不一样，哎，这车啊就是要买白色的颜色跟白色的内装，配起来就是漂亮。